BYD Atto 2是 BYD Cars Malaysia 旗下最便宜的電動 SUV， 那它的定位呢，就是介於 BYD Atto 1和 BYD Atto 3之間，在中國它叫 BYD 元 Up。Atto 3是元 Plus， 那這台車子的賣點就是它的售價只要從100千起，1007000起，你就可以駕一台 B segment SUV， 它採用 51.13 kWh 的 LFP battery， 350公里 WLTP， 410公里 NEDC front motor front wheel drive。說價格對比2026 BYD Atto 3的話呢 ，Atto 2是從100千起，那 Atto 3現在是從125千到138千。說最便宜的 Atto 呢，它的電池也最小，續航里程最短，充電速度在7個 kWh， 只有最頂配的 Atto 3給你11 kWh， 說DC 速度也是相對比較慢的。車身尺寸上呢 ，Atto 2雖然比 Atto 3小，但其實沒有小太多因為它的軸距是2620mm，只是比 Atto 3短了100個 mm， 然後車身長度比 Atto 3短了145個 mm， 但是車身高度比 Atto 3高出60個 mm。行李箱空間呢有400個 litre， 所以以 2620mm 軸距來講，400 litre 的行李箱空間其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知道很多人都會覺得 Atto 2的對手是 EMAS 5或者 EMAS 7， 但其實我個人認為對 Atto 2最有威脅的其實是 Leapmotor 的 B10。因為你看 Leapmotor B10 它的價格跟 Atto 2真的是非常的接近，而且它比它便宜一個 segment。什麼意思？就是說呢 B10 是一個 C segment SUV， 可是它來用這個價格去打這個 B segment SUV， 所以不管是車身長度、軸距長度還是行李箱空間大小， B10 都在 Atto 2之上。當然啦，我知道價格歸價格，數據歸數據，因為對於很多本地消費者來講，對於 BYD 比亞迪的品牌認知通常是高於 Leapmotor 領跑汽車的。所以今天這裡主要會跟大家分享我這個 BYD Atto 2的駕駛感受、駕駛體驗是怎樣子，然後在一邊開車一邊跟大家分享它的 user interface 駕駛起來用起來的時候好不好用這樣子。所以影片開始之前記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頻道。Let's go。那 Atto 2的內飾少不了 BYD 的招牌菜，就是這個 Rotating Display 旋轉式螢幕，現在是 12.8 寸，支援 Wireless Apple CarPlay 跟 Wired 的 Android Auto， 然後內建了8個 Speakers 的音響系統，然後在螢幕下面有一個 Type A 加一個 Type C， 在後座冷氣出風口那邊也有一個 Type A 加一個 Type C， 另外前面還有50瓦的這個 Wireless Charger。然後它採用的是合成的皮革座椅，內建通風椅的功能，然後門邊的整個材質等等看起來都是相對比較 premium 的，所以我覺得它的後排空間等等，雖然你看軸距它是一個 maybe B segment SUV 這樣子，可是坐起來其實已經可以給到你 C segment SUV 的那一種空間，因為它的車頂是比較高的，這個你從車身外觀就能夠明顯的察覺出來。因為馬來西亞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非國產品牌，就除了 Proton 跟 Perodua 之外，外國品牌不能夠 CBU 進口100千以下的電動車，所以 BYD Malaysia 就是去到完把價錢壓到100千，所以在2025年7月推出的時候，這個 BYD Atto 2就在市場上引起了很熱烈的這個反應。但是呢，我們都知道後來這個 Proton EMAS 5或者是這個 CQ50 等等都推出了100千以下，所以這個當初的 entry level EV 來到2026年，它已經可能不再那麼 entry。但我覺得這個 BYD Atto 2它是一個配套相當齊全、package 很好的一個電動車。那首先它的售價呢是從100,700起，然後它的電池比較小。那一般上我們說 B segment SUV 或者說 C segment SUV 的電池都在60到66 kWh 左右，但這個 BYD Atto 2呢，它是 51.13 kWh 的 BYD Blade
battery BYD 的刀片電池，所以它有410公里 NEDC 的續航力 ，WLTP 的話是350公里 WLTP。但其實一般上我都跟觀眾講，你不用去在乎它到底是 CLTC、NEDC、CLTC， 最重要就是你可以從它的電池就可以知道大概它可以走多遠啦。OK， 所以50 kWh， 我們給它一度電大概走個5-6公里，5-6公里是一個平均值啦，有人可以走多，有人可以走少吧。跑不掉了 ，OK， 就是5到6左右。所以這個BYD Atto 2呢，我覺得它的動力非常強勁啊！你看 Monomer Mode， 你看 Monomer Mode， 一踩就來，非常有力。首先，它用的這個前馬達能夠提供177個 PS 跟290 Nm。我們不能夠用這個燃油車的動力數據來衡量電動車，因為電動車給你的 output 啊，很多時候是 peak output 來的。那燃油車的 peak output 可以持續一直輸出，只要你維持在那些5000 RPM、6000 RPM。那電動車有時候它給你的數據往往可能只有5秒到10秒，它給 bomb 出來，而且必須要在 SOC optimum 的情況下，才可以達到。所以但是290 Nm 是很多的，因為你知道嗎 ？average 大概在240 Nm， 所以290啊，接近300 Nm， 对於一個1645公斤起的電動車來講，我覺得是很夠了的啦。當然這個。BYD Atto 2啊，我一坐上來它的車廂裡面，我自己非常的滿意啦，因為 compared to 那個讓人一言難盡的 Atto 3內飾呢，我覺得這個就順眼很多，看起來正常很多，就沒有那一些奇奇怪怪的設計，沒有那一些標新立異的設計。我覺得加起來，因為它的電動馬達的輸出真的跟 Atto 3沒有什麼差別。就是幾乎是一樣的電動馬達，然後 output 我覺得也差不多。那個駕駛跟 BYD Atto 3最明顯的地方就是在於，因為 Atto 3是一個 C segment SUV， 所以它後面是用 Multi-Link 多連桿懸掛，但這個 Atto 2因為成本考量 entry level， 所以它的後面是 Torsion Beam， 就是扭力梁懸掛，非獨立懸掛，就是一根大大的粗梁。所以當它在過一些你知道嗎凹凸不平起伏的路面的時候，可能它的這個吸震避震能力就不夠 Atto 3這麼強啦。OK， 3、2、1 ，Go！ 很有爆發力，貼背感，滿滿的貼背感。但是呢 ，brake， 哎呦，那車好像不要停這樣的，我覺得 Atto 2呢，作為一台城市型電動車，作為一個給你日常買菜、載小孩子上下學的車子，我覺得這個它的強項不是在 highway， 它的強項不是在很高速、很激烈的駕駛，因為它這個你知道嗎？就是前置馬達的特性，就是當你在剎車的時候，那個重量，而且它的 brake 做到很緊張啊，所以有時候我會跟前面的車子保持一個很遠的距離，因為如果前面的車子閃了 brake燈之後，我一踩，你看 double signaler 就跳出來，然後我沒有很大力踩啊，我是輕輕點嘛。所以如果你準備要試駕 Atto 2，你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它的 brake 啊，這個重量可能是你過去不曾體驗過的重量啦，就是那種重量這樣子。但是你講到加速 highway go。然後它有獨立的駕駛模式按鈕 ，Eco、Normal、Sport、Snowfield、Sport Go。你們自己聽它的風聲。150多，它的0到100是7.9秒，刚7.9秒沒有意思了吧？因為它瞬間扭力，所以。感覺上7.9秒很慢，可是它真的很快。你看啊，现在這個 CD 跟這個 Lorry 啊，我現在一腳拉下去啊，一腳，你看，馬上就來。現在大概130這樣，極速呢是160 km/h， 這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因為大部分這個級別、這個級距的電動車極速都在140到160。沒有錯 ，EMAS 5是135左右，我試到139啦，在 track 裡面啦，加速
你怎麼看它都不像是一個100千的車啦。even 它可能還有空間，但是呀，我覺得100千買到這樣子的一種車子是很難去嫌它啦。當然，我自己個人覺得這個 BYD 或者說其他中國電動車的這個電子儀表板啊，可能可以 design 到好看一點的 user interface 啦。因為我覺得車子的外觀造型啊，你看它的 Atto 2的車頭好看，車尾也很好看，我覺得它有點像 Harrier，有點像 Premium， 像 Lexus 這樣子的那種 feel。可是就是每次一坐上來車廂裡面的時候，熒幕的 quality 也 OK 的，像素也 OK， 電子儀表板的大小也沒有問題。可是就是那個 user interface， 那個 UI 的設計就很怎麼講？就很的巴蒂啦，它沒有給我一種原廠的感覺啊！你知道嗎？不懂怎麼形容啦。總之就是你看着這個電子儀表板，你就會覺得可以更好的嘛，因為它不需要再付出更多的這個硬體，因為你就是一個 screen。Right， 你可以把它設計到更加 serious 一點點，因為把駕駛方面真的，你就100千來講，我覺得不太能夠去挑剔它。說177 PS， 290 Nm， 0到 107.9 秒，極速160 km/h， 51.13 kWh， 350公里 WLTP， 1645公斤起的車重。Apa lagi you mau？ 你還要嫌它什麼東西 ？3、2、1 go！幾百千號都貼背感，幾多的車？是不是 ？Go！ 呼呼哈！風馳電掣我知道這個價位你已經能夠買到一些後驅、後置馬達、後輪驅動電動車，那它這個就是勉強可以吧？你就是 hold 在那邊，又怕它 understeer， 然後要收一點點，你不可以放開來去甩的嘛，因為你會 feel 到這個轉向柱這邊有一個重量這個沒有辦法，這個就是 set up 不同嘛。然後這個 Atto 2嚴格來講它叫 Atto 2啦，因為這個 Atto 3、Atto 2的 Atto 它是源自英文字 Attosecond， 也就是 R 秒。什麼是 R 秒啊？就是說一個 Attosecond 相當於0.000000000000000000001秒，就是有17個零，就代表說它是象徵着一種很瞬間、很敏捷、很 immediately 那種感覺啦。所以這個BYD Atto 2它最大的一個弱點就是所有 entry level EV 的弱點，充電速度，因為通常電池更小，充電速度更慢；電池更大，充電速度更快。Market 就是這樣子的。So Malaysia version 的 BYD Atto 2是支援7個 kW 的 AC 跟82 kW 的 DC， 但注意啊，這個是 up to 7 kW AC 跟 up to 82 kW DC。什麼叫 up to？ 就是它是 peak， 它不是一直82或者一直7的。為什麼我懂？因為我昨天回家充電的時候，我的系統看得到的，它大概是在 6.2、6.3 到 6.6 左右啦，所以6點多真的是很慢啦，因為你知道嗎？這個價位再上去一點點，大家都是走11 kW AC， 所以只有7，沒有辦法 entry level 都是這樣子。然後82的話，我倒覺得還好，因為電池小嘛，你知道嗎？你 51.1 kWh， 你87通常20到80%在20 minutes 30 minutes 是差不多的，因為你就是很清楚知道，你不是拿它來去 JB KL Penang JB nope， 它可以嗎？它可以吧，我不建議你這樣子做啦。As I say， 你做東西要游刃有餘，不要做到連滾帶爬。So 影片的最後，我還是要呼籲所有鼓勵或者說歡迎所有 BYD Atto 2的車主來影片底下留言，因為我覺得沒有什麼是比車主們的反饋、車主們的車主們的實際長期測試、長期試駕心得來得更有說服力，來得更有參考價值啦。Right， 所以喜歡的影片記得 follow Instagram， 然後來在 Facebook 配我是戴主義，我們下一期影片見 ，and let's go。仰望悠久初體驗，在 BYD 賽道，在鄭州的這個賽道，我們即將要開始這個4個電動馬達。We say 3, 2, 1, go！
OK， 輪胎可以抓得住，方向盤非常的穩定，來吧 ，OK， 放慢 ，OK， 放慢，哦 ，OK， 進去，哇，這個咬很刺 ，OK， 關，哇，很舒服這台車子 ，OK， 哇。可以輕輕的剎車